宝可梦里最常使用的7种道具：一、气势披带。气势披带是宝可梦里小脆皮们最喜欢用的道具，毕竟在高火力下只有活下来才能搞事情。而使用气势披带的常见宝可梦有风妖精、黑马王以及雷吉艾勒奇这些。当然，气势披带的泛用性非常强，需求也非常大。倘若见到对手带上那些冷门脆皮宝可梦，几乎都能默认是气势披带。不过破解的方法也很简单，除了双点以外，比较常规的就是用极具岩石和极具寒冰来破，但因为是回合结束才能触发扬沙和冰雹的伤害，所以这些小脆皮们还是能通过一回合来恶心人的。2、突击背心。如果说气势披带是脆皮们最喜欢的装备，那突击背心应该就是让那些本来物防就高的宝可梦变得双防平衡，又或者让特防高的宝可梦对弱点有着更好的抵御。当然，这么做的缺点就是不能用变化招式，也就是说穿上突击背心那就一点都不能怂。而目前有这个资本带突击背心的也多是1级神，常见的有古拉多、伊培尔塔尔、莱西拉姆和盖欧卡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带上突击背心后，这些神兽的输出力度是肯定没有带其他道具的高，但优势就是非常能扛，所以还是挺好辨认的。3、讲究围巾，讲究眼镜。讲究系列有3种，分别是讲究围巾、讲究眼镜和讲究头带。虽然它们能让速度、特攻输出以及物攻输出都有提升，但弊端就是会锁上扬第一个使用的招式，不过重新上扬这个效果就会重置。当然，携带这个道具的宝可梦极具化后也是不能享受这3种道具加成的，但也不会继续锁定招式，直到极具化结束后才会恢复，继续锁定极具化前用过的招式。不过讲究头带比起讲究围巾和讲究眼镜来说，现在的用途并没有那么广泛，常戴的也就只有武道雄狮，而带讲究围巾和讲究眼镜的有盖欧卡、雷吉艾勒奇和黑马王，还算是比较常见了。4、生命宝珠。生命宝珠是仅次于讲究眼镜和讲究头带直接提升伤害最高的道具，而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走技能，但最头疼的地方就是每次用招式攻击，对手都会扣除最大生命的10%，也就是说这完全就是用命来打伤害。可即使如此，带生命宝珠的宝可梦也大有人在，毕竟在当下极具化时代，生命宝珠带来的提升往往能摧枯拉朽，因此只要是个输出就能够用生命宝珠来迅速建立起优势。5、弱点保险。说到最常用弱点保险的宝可梦，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已经退环境的班吉拉斯。不过有一说一，在无神的情况下，班吉拉斯配合弱点保险还是挺强的。当然前提是没有武道雄狮的时候，而到了神战，那些输出不足或者弱点贼多的宝可梦都会带上弱点保险来提升伤害，形成推队的效果。就比如当下热门的白马雷冠王和索尔加雷欧，当然像是凤王这些的也不是没有，但最重要的是弱点保险一般都是由队友来出发，倘若是对面打出克制伤害，那就真的有点伤筋动骨了。不过总的来说，提升2级特攻和物攻对白马王这种高输出的宝可梦来说是如虎添翼，再配合上特性，推队真的不难。6、吃肾的东西。剩饭是所有兽象宝可梦最喜欢的道具之一，毕竟每回合带来的恢复能力还是非常香的，尽管只有最大血量的1/16，可是用来赖场那是最好不过。当然这种比赛经常都会成为膀胱局，而最后结果往往都是因为对手心态爆炸而结束，非常的素质。虽然现在对战场上很少见到大蛋了，但是卡普奇奇和海兔兽却依旧活跃在神战环境中，尤其是海兔兽凭借着出色的耐久和剩饭的恢复，让盖欧卡是10分头大，只能靠着队友来解决这个亲爹级克星。可要是解决不了，那哈欠和大地之力就能让盖欧卡瞬间自闭。7、净化奇石。那让脆皮变成肉的另一个神器就是净化奇石。当然啊，净化奇石也不局限于脆皮，只要是还有净化型的宝可梦就都可以带，可如果双防越高，那带来的加成也就越显著。毕竟净化奇石带来的5%双防加成是建立在自身硬件上的，就比如说吉利蛋特防很高，血量很高，但只有物防低的可怜，所以为了契合净化奇石，吉利蛋基本都是极限物防。可要是像利欧路这样用净化奇石都容易被秒的，那还是用气势披带更加实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宝可梦里比较常见的几种道具了，咱们下期见啦。